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6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究竟有多少加拿大人感染了新冠病毒？COVID 免疫特别工作组 CITF 的一份报告称，从2021年12月开始，加拿大人口的50%，超过1700万人，在短短5个月内感染了 Omicron。CITF 审查了21项研究数据，并基于人群血清阳性率及血液中具有 SARS-CoV-2 抗体的人的比例来确定的。该报告显示，在 Omicron 之前，只有7%的加拿大人具有被病毒感染的抗体。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5月，这一比例上升了45%，平均每天约有10万例感染。对研究的分析还发现，所有年龄段和所有省份的加拿大人都受到该病毒的影响。到5月底，西部和中部省份约有50%至60%的人显示出以前被感染的迹象，而加拿大大西洋沿岸地区则超过35%的人群被感染。根据向加拿大血液服务局的捐赠，在17至24岁的年轻人中发现了最高水平的感染。报告显示，截至5月底，其中65%的人有抗体，25至39岁的人群紧随其后，比例为57%。其他年龄组仍然受到影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在60岁及以上的加拿大人中，只有31%的人血液中有抗体。数以百万计的加拿大人现在对 COVID 疫苗和感染的组合具有混合免疫力。不幸的是，新证据表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仍然面临再次感染 Omicron 病毒的风险。尽管疫苗有助于对抗感染，但仍有数百万成年人没有进行第3针疫苗注射。该报告由加拿大政府资助，区分了作为对被病毒感染的反应而自然发生的抗体和疫苗产生的抗体。因此，他们能够确定哪些抗体是过去感染的迹象，以跟踪 Omicron 峰值的大小。6月份大温房屋销售情况有好转吗？大温哥华房地产委员会表示，上个月的房屋销售自去年6月以来下降了约35%，比2022年5月下降了16%，原因是房屋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以及利率上升。卑诗省董事会表示，上个月该地区的销售总额为2444套，低于2021年6月的3762套，以及2022年5月的2918套住房。上个月的销售额比近10年中所统计的6月份的平均水平低 23.3%。销售下降是因为买家有更多的房产可供选择，但利率上升和39年来的高通胀导致人们更加谨慎，因此上市房源销售周期变得更长。2022年6月份，市场中有5256个新房源上市，比2021年6月的5849个下降了约 10%， 比2022年5月的6377个下降了 17.6%。与此同时，上个月房价指数综合基准价格超过120万加元，比2021年6月上涨 12.4%， 比2022年5月下降 2%， 同时在过去3个月内，价格下降了 2.2%。今年，大温哥华地区进入夏季以后，由于购房活跃度下降，而不是供应增加，使得房屋销售下行压力增加。但为了满足大温哥华地区的长期住房需求，仍然需要大幅增加住房供应。外资在加速流入中国股票市场吗？周三，国际金融协会 IIF 表示，外国投资者在6月份继续削减中国债券的持有量，但增加了股票头寸，扭转了其他新兴市场 EM 的趋势。IIF 在一份报告中估计，上个月中国债务流出25亿美元，而其他新兴市场的流入量为91亿美元。官方数据证实，这将是中国20万亿美元债券市场连续第5个月出现外流。根据 IIF 的数据，
中国股市同时出现了91亿美元的境外资金流入，而从其他新兴市场的流出的资金量为196亿美元。中国股市在6月份反弹超过6%，原因是北京采取了经济刺激措施，并放宽了对 COVID 的限制。IIF 报告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几个因素将影响资金的流向，其中包括通胀达到峰值的时机和中国经济的前景将成为焦点。自2月份以来，海外投资者一直在减少中国债券的持有量，因为不同的货币政策使中国债券的收益率低于美国债券。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放松货币政策，以帮助遭受 COVID 打击的经济，而美联储一直在加息，以对抗通货膨胀。上周，中国采取了新的措施来吸引外国债券投资者，措施包括削减服务费、改善海外外汇对冲渠道，并简化开户流程。周一，中国还宣布了与香港的调期连接计划，允许相互进行利率调期交易。此举将为中国债券市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风险对冲工具。俄乌冲突的幕后黑手是谁？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直接的触发因素，以及一个或几个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尽管他们可能会对原因提出各自的观点。不过，这里没有外交官的位置，因为他们为自己一方辩护，经常指责对方，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另一方。本周，美国驻华大使 Nicholas Burns 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无端的，是对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如果只考虑战争的直接触发因素， Burns 大使的两种说法似乎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您仔细审视冲突的根本原因时，它看起来有所不同。关于对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伯恩斯所代表的美国负有直接的责任。他既为冲突创造了条件，又继续把最多的汽油倾倒在火上，以确保燃烧的火焰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饥荒和失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印度尼西亚总统威豆豆等人表示，战争需要迅速结束。不过，华盛顿及其西方盟友正在确保它不会实现。上个月，在欧洲大学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教皇弗朗西斯以及具有影响力的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 John Mearsheimer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Jeffrey Sachs 分析了战争的根本原因，并阐述了各自的观点。Mearsheimer 说，首先，美国对造成乌克兰危机负有主要责任，这并不是否认普京发动了战争，他对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行为负责，也不是否认美国盟友应承担的责任，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华盛顿的领导。Mearsheimer 认为，美国推动了普京及其幕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乌克兰对其国家生存构成威胁的政策，即北约的向东扩张。多年来，俄罗斯人一再表明他们的观点，但被轻蔑地忽视了。有西方的学者基于华盛顿长期的宣传，为西方的政策辩护。他们依据的理由是：一，即使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但乌克兰在未来20年或更长时间内加入北约的机会为零。二，北约由于成员国国防投资不足，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想法是荒谬的。三，欧洲人受到俄罗斯的攻击，派遣士兵保卫任何东欧北约成员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四，北约共同防卫第5条明确规定，成员国同意对其中一个或多个缔约国进行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成员国所有国家的攻击，因此各方同意，如果发生这种武装攻击，北约成员国每个国家都将协助受到攻击的一方或多方立即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换句话说，如何应对攻击是各个国家自己的问题和选择。波兰可能会派兵，而德国人可能会组织和平游行，法国人可能会举行会议。因此，对于北约扩张，莫斯科没什么可担心的，俄罗斯的反应是过度敏感的和歇斯底里的。那么，美国领导的北约是和平使者，没有任何威胁。那么为什么华盛顿始终痴迷于该组织的扩张呢？是谁在维护霸权？
尼尔斯海默说，莫斯科正在回应美国痴迷于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并使其成为俄罗斯边境的西方堡垒。2021年，拜登政府再次承诺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并鼓励泽连斯基，声称乌克兰人民亲手掌握着加入北约的钥匙。与此同时，拜登也向瑞典和芬兰发出了同样的邀请。美国对俄罗斯加倍下注，并在入侵后使用了所有制裁，对外交解决方案不感兴趣，并因此拖累了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区。现在，华盛顿推行的政策获得了回报，并以牺牲乌克兰的利益换取北欧的挪威和芬兰加入北约。莫斯科会因此进一步反弹吗？或许，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不会同意教皇弗朗西斯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约翰·尼尔斯海默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Jeffrey Sachs 这一评估，但世界其他地区人们会更认同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幕后黑手。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